大家好，我是助理阿关。这堂课最主要的重点是要学习如何建立使用者控制项 （User Control）。透过这一个前台点餐系统的例子，可以看出使用者控制项如何让程式更加简洁。先看一下我们要完成的专案，最后会长得怎样。画面左上角有2个模式切换按键，决定当使用者点选餐点图片时，点餐单里面的数量是+1还是-1。画面上这些可以点选的图案跟餐点说明文字，就是一个已经包装好的使用者控制项，可以像工具箱里面的 button、label 一样，直接从工具箱拖移过来使用。因为这些餐点品项的数目随时都可能变动，所以我们利用 Flow Layout Panel 控制项帮我们自动排列。画面上这些品名及价格是直接从先前旧专案就已经现成的 Excel 档案里面读进来。右边这一个 Data Grid View 就是餐点明细，右下角送出点餐按键，执行。1. 将这张点餐明细以流水账的方式写入当日的 Excel 明细档。2. 不显示在萤幕上，直接从指定名称的印表机列印 Crystal Report， 很简单的小报表。3. 变数归零及画面还原。开启 Visual Studio， 点选新增专案，左下角有名称、位置、方案名称，表示第一个名称指的是专案名称。我们在专案名称上面加上专案2个字，在方案名称上面加上方案2个字，方便等一下讲解识别之用。先来认识一下右边的方案总管。刚刚新增专案的时候，故意把方案跟专案的名称设为不同，在这里就可以很好分辨。方案是一个容器，里面可以有1至多个专案。滑鼠右键点取方案，加入新增专案，依照需求可以加入相同或不同类型的专案，每一个专案都是各自独立，彼此间没有任何关系或连结。滑鼠右键点取专案属性，有各自的专案属性设定，预设的命名空间 namespace 也不一样，也就是各自的专案名称。滑鼠右键点取方案属性，方案属性项目不多，有可能用到的大概就是设定起始专案吧。这次没有使用到 MDI 附表单，就只有简单的单一表单，所以 Form 1就已经够用了。另外在最后按下送出点餐按键时，要印出小报表，所以要新增一个 Crystal Report 档案，以及新增一个作为报表资料来源的资料集 Dataset。
我们利用套件管理员 NuGet 可以安装、更新及解除安装扩展套件。现在先把这次会用到的2个套件加进来。滑鼠右键点取要加入套件的那个专案，选择管理 NuGet 套件，从浏览页签搜寻并安装 Link to Excel 以及 Microsoft Office Interop Excel。已安装页签上面有出现黄色的警告讯息，提示有套件需要更新。原来是 Log4j 套件。重新搜寻 Log4j， 出现建议我们更新的版本，进行更新就没问题了。开始设计程式。先从今天的主角开始，滑鼠右键点取专案名称，加入。这里是常用的一些项目，包含表单以及使用者控制项，还特别强调二者都是属于 Windows Forms， 因为我们要设计的是一个同时具备图片与标签文字的按键，所以取名为Image Label Button。表单的字形大小设定12，表单大小设定150、180，其中图片大小占了150、150。表单使用 Split Container 控制项，将画面切割成上下2个部分。这个控制项里面包含了 Panel 1跟 Panel 2， 目前是纵向分割。透过 Orientation 属性改成横向分割，分割线距离 Splitter Distance 设为150。里面的 Panel 1放置一个按键 Dock 属性，设成 Fill， 让按键放大到最大。Panel 2本来是要放置 Label， 测试结果觉得放置唯独属性的 Text Box 比较好看。Dock 设成 Fill，
Read only. True. Text align. Center. 文字靠中间。放入测试的图片跟文字，看起来会比较有感觉。可以顺便测试效果，文字改小一点。把图片当成案件的背景图，从 Background Image 属性汇入，加进来的图片可能有大有小，透过 Background Image Layout 属性自动调整。来看看使用者控制项的程式码，我们写的 Image Label Button 类别是继承自系统的 User Control 类别，要透过类别产生物件时，会呼叫其建构函式，进行初始化。建构函式的名称与类别相同，要看看 Initialize Component 做了哪些事。滑鼠右键点选，前往实作。为了要让使用这个控制项的程式码可以指定参点图片跟文字，所以在这里设定了文字跟图片这两个字串型别的属性，而且设成公开 public。我们自己设定的文字属性，透过 get 属性存取子，传回目前的属性值，透过 set 属性存取子，设定新的内涵值。这里的 value 是系统规定的关键字，照着用就对了。图片属性仅提供设定功能，载入实体的图片档。使用者点餐时，会点选上面的图片，也就是点选按键，因此会产生 click 事件。这里指的是 Form 1上面的 Button Click 事件，在使用者控制项 Image Label Button 里面的按键，也要新增自己的 Button Click 事件。系统为了安全考量，这一个 Button One Click 方法的存取修饰词属于私有 private， 从外部不能直接呼叫使用，因此我们另外给了一个公开的事件处理程序 Event Handler， 点选事件属性，让外部与内部的事件处理程序 Event Handler 可以连接起来。最后总结，在这个使用者控制项 Image Label Button， 我们公开了3个属性，让外部程式码可以使用，其他部分都封装的好好的，达到最高的安全性。看一下 Form 1这部分的程式码，同学们就会更有感觉了。
方案总管里面的 Dataset 1资料集是用来给 Crystal Report 小报表作为资料来源，加入一个资料表格 Data Table 1， 里面只有2个栏位，品名，资料型别为字串 String， 数量，资料型别为整数 INT32。开启 Crystal Report 1报表，滑鼠右键点取画面左上角资料库栏位，资料库专家，专案资料 ADO.NET 资料集，连线到 Dataset 1。报表很简单，将左边的品名及数量拖移到细目区段内，在报表尾区段放入一个特殊栏位，报表注解，就完成了。来到最后的 Form 1， 主画面设计。首先在画面左上角放上2个按键，按键名称分别为 BTN 增加及 BTN 减少。这2个按键是2选1的关系，而且底色是银灰色的时候，被点选才会发生动作。所以我们利用底色是不是银灰色，判断2个按键要不要同时变换颜色。滑鼠在上面各点2下，产生 click 事件。BTN 增加按键被点选且底色是银灰色时，底色、前景色分别改成红、白。相对的 ，BTN 减少按键也一样。中间这个大区块就是要放置数量不定的使用者控制项 Image Label Button。透过 Flow Layout Panel 控制项，帮我们自动排列。左边工具箱第1群，专案元件中可以看到我们自行设计的 Image Label Button 控制项，直接拖移几个进来，感觉一下画面效果。现在来看 Form Load 程式码。一开始先把刚刚我们拖移进来测试的几个 Image Label Button 控制项清掉，最前面要加上 Using Link to Excel， 利用 Link to Excel 套件，将 POS 基本档案 Excel 档案里面商品档工作表中我们需要的资料读进来。载入工作表时，要宣告该工作表所对应的档案结构。透过 forEach 回圈，动态产生一个个的 Image Label Button 物件，设定每个物件3个公开的属性值，然后将此控制项加到 Flow Layout Panel 1里面。看一下执行画面，左半边是目前完成的部分。刚刚我们透过这一行程式码，将 Form 1类别的 BTN 点选品项底线 Click 方法 Method 与 Image Label Button 物件的点选事件属性连结，所以当程式执行中，使用者点选 Image Label Button 控制项上面的图片按键时，就会执行到 Form 1类别的 BTN 点选品项底线 Click 方法。听不大懂吗？倒带多听几次。
btn 点选品项底线 click 方法，会接收到从系统传来的2个参数。第一个 sender 是一个与来源相关的物件 object。第二个英文字 e 是一个与事件相关的类别 class。透过这一行取得呼叫本方法的来源物件。该物件是 image label button 类别的执行个体，取得该物件的文字属性值，再解析出字串 C 品名及整数 n 单价。接下来的 for each 回圈是针对已经有点选过的参点，配合数量增加模式按键是否有被按下，进行 data grid view 品项 n 总数量及 n 总金额的增加减少程序。如果 for each 回圈里面找不到，那就是第一次点选的参点，执行 if 里面的程式码。完成画面的剩下部分，右上方放2个 label， 分别为 LBL 总金额与 LBL 总数量，右边加入一个 Data Grid View 品项，启用加入、启用编辑、启用删除都取消掉，加入2个资料行，品名跟数量。右下角放上送出点餐按键 btn 送出点餐，在送出点餐按键上面点2下，产生 click 事件。送出点餐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储存点餐资料。看一下最前面，使用 Microsoft.Office.Interrupt.Excel 套件来储存 Excel 档案。这里的 Excel 变数，它的资料型别为 namespace。滑鼠移到这一行最后面的 Application 类别建构式 Constructor 上面，可以看到 Interface 界面。所以变数 Excel Application 就是一个界面形态的物件。界面可以想象成接口，让外部可以透过这个接口与内部进行沟通。而接口通常是有某些特定形态，所以收发双方要有一样的接口，才可以被有效使用。常用的 USB 就是一个界面 interface 很好的例子。字串型别变数 ctime 是储存资料的键值。字串型别变数 cexcelName 是要输出的 Excel 档案名称。变数 Excel Workbook 是活页簿物件。变数 Excel Worksheet 是工作表物件。程式按照当天的点餐明细 Excel 档，不存在或已经存在，分开处理。不存在时，新增活页簿，使用内定工作表。工作表1，加入第一列，标题列文字。透过 for each 回圈，把其他餐点资料加进去，只是下一列序号的变数。2，要一直加1，最后储存档案。假如档案已经存在时，开启活页簿，使用第一个工作表，计算下一列序号的变数。2值，然后跟上面一样了。for each 回圈，加餐点资料，存档。因为是流水账，所以不用处理品名重复的问题。第二个动作，准备资料，即列印报表 Data Table 资料型别的变数资料表，直接使用 Dataset 1里面的
Data Table 1的档案结构，将 Data Grid View 品项的品名跟数量两个栏位值存进去，当做 Crystal Report 1的资料来源。如果要从非内定的印表机输出，可以透过 Printer Name 属性设定。最后的动作3就是变数归零及画面还原。执行程式，测试看看成果。看一下印表机注列，真的是有送出列印。回到程式码，程式会用到的实体档案是放在程式执行资料夹下面的 Data 资料夹。开启档案总管，这里是方案资料夹、专案资料夹 bin debug， 这里就是程式执行的资料夹。程式在建置时会同时产生一个专案的执行档，点2下是可以执行的。开启 Data 资料夹，第一个 Excel 档 POS 基本档案点 XLSX 里面的商品档有我们要的品名跟单价。第二种是每个商品的图片。第三种是每天的点餐明细存档。将资料存到外部 Excel 档案的确可行，在某些状况下应该也蛮实用。不过 Excel 档毕竟不是资料库，在速度上当然不会很快。加码实作将资料存到 SQL 资料库，建立新的资料库，从左侧或上方选单，找到伺服器总管，用滑鼠右键点选资料连接，选择加入连接，出现加入连接视窗。这里要选择资料来源 Microsoft SQL Server 资料库档案，点选继续。资料库档名新的或现有的，在这里除了可以连接现有资料库，也可以新增空的资料库。按下浏览键，指定资料库要放在哪里，我们放在程式执行时的路径下面的 Data 资料夹，并且设定资料库档案名称 Order， 点选确定，这样就完成了空资料库的建立。看一下档案总管里面有没有现在新增我们要的资料表，将资料连接展开，将 order.mdf 展开，滑鼠右键点选资料表，加入新的资料表。系统希望每一个资料表都有一个不重复的栏位值，作为键值栏位，那就把它的资料型别设为
Unique Identifier， 让系统自动产生。接着输入所需要的4个栏位：点餐时间、日期加时间、品名、30个中文字元、单价、10进位符点数、数量、整数。目前画面的上半部是辅助设计，下半部是 T-SQL 指令。点取左上角的更新按键时，其实是执行下方的 T-SQL 指令。我们将资料表名称改为 Order Details， 按下更新键，选择更新资料库。有了 Order 资料库跟 Order Details 资料表。现在开启 Form 1程式码，增加连线及储存的 SQL 指令。因为只是单向的储存，没有完整的 CRUD 动作，这次就不采用实体资料模型 Entity Framework， 直接与资料库进行连线。在 BTN 送出点餐底线 click 方法，动作1与动作2之间，增加了动作1笔存到 SQL 资料库。字串变数 Connection String 是与资料库连线的参数。透过 New SQL Connection 初始化类别，产生物件型别的连线变数 Connection。这一段是属于宣告部分，这一段是属于执行部分。开启资料库，执行新增记录的 SQL 指令。关闭资料库，实际来 run 看看。测试执行完毕，没有宕机。那资料有没有存成功？要去哪里看？伺服器总管，滑鼠右键点选 Order Details 资料表，选择显示资料表资料。已经储存过很多笔记录，并没有按照点餐时间排序。滑鼠右键，选择排序与筛选。点餐时间。排序递增，底下的 T-SQL 指令多了 Order by 点餐时间。点选确定，全部完成，收工了。